用了一些背景音乐，那他过了我是说在脸书上过了2-3天之后，他给我一个 copyright 的声明，他就直接把我那个视频停掉了。就下架了是吧？有可能。那YouTube 的话是会有，不过它有一些是共享的，就是说你影片的盈利它会抽取部分，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是的，是的。OK， 所以你在 YouTube 的影片已经下来了，还是？就是我今天在发布的时候，还没有发布成功嘛？那个 uploading 的时候，就是收到的这个有一个版权的。版权的主张，对，然后我就那个没有影响了，那个应该是没有影响，对，因为你还没有影响，对，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影响，对，就是本来是想带大家看一个故事，然后我有看到，不能看了，对呀，好，那没关系，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婷老师来了，那我是理查老师，今天是星期三，婷老师的频道呢 ，YouTube 频道呢，今天本来好，婷老师你说好了，婷老师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好的，今天我的频道没有视频，大家不好意思，因为我做了一个视频之后，我想带大家看一个中文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在 YouTube 上面非常严格，我不能发布出来。所以各位同学，我在我的脸书上还是有发出来，所以大家想学习，用这个中文故事来学习中文的话，欢迎到我的脸书来看，留言交流，我非常欢迎。对，那各位同学，所以今天那个婷老师他的 YouTube channel 可能就没有新的影片了。那各位同学，但是其实婷老师有准备视频，你们去婷老师的脸书看，因为理查老师已经看过了。这个视频很好，婷老师教大家怎么样说故事，说一个职业妇女，对不对 ？Career woman 是这样吗？是的。职业妇女的故事。那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还是可以去脸书看一下婷老师的新视频哦，非常有意思。好 ，OK， 各位同学，哇，今天好多人哦。好，我们先跟玉珠打招呼，因为她今天是第1名。玉珠太棒了！谢谢玉珠啊，帮老师点赞了，好，谢谢玉珠。那其他同学有没有点赞呢？记得帮理查老师点赞，不要忘记点赞哦。没错哦，好 ，OK， 好，其他同学我们就不跟你们打招呼了，好多人哦。老师看看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评论有一个评论非常有意思，我要这样说，林老师你瘦好多。理查老师，你胖很多；婷老师，你瘦了很多。哇，谢谢同学们的关心，谢谢你。婷老师，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一点点不舒服？有没有？这几天？我其实还是因为上次对，好像有一点，因为我听你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生病的感觉，稍微有一点沙哑。对，好，没问题哦，好。大家不用担心，婷老师是 very strong 很强壮的哦。好，这个姨说婷老师今天好美，好美还不够，还要好美。谢谢姨。不过姨呀，我们是不会说好美了。这个婷老师我们要怎么说？如果比较口语的话，比如说真美，真美，非常美，好美，很奇怪，好美就可以了啦我们不说好美啊。好的，姨很好。Priscilla，Hello Priscilla， 好 ，Hello， 呀，玉珠就说了，好，丁老师你看一下玉珠的。玉珠说原来如此，难怪今天我找啊找，还是找不到丁老师的频道。谢谢你，玉珠。玉珠是找不到视频了，对你应该是找不到丁老师的新的视频丁老师的频道还在，不用怕频道是 channel， 视频是 video 好 ，OK， 没问题。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就赶快来上课吧。我们今天一样要学习 New HSK， 跟各位同学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要聊天，明天是 chit chat 聊天课。好，那各位同学，
明天各位同学想一想，谁要跟我们聊天的哦？婷老师跟我，明天我们不上新 HSK， 我们要来聊天，来练习你们的口语哦。好，是的。哇，佳佳好会说话哦。瘦或胖没有问题，你们俩最好的老师，谢谢佳佳。好 ，OK。那这个Anly 安乐窝问说，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很有意思。安乐窝问了婷老师的这个脸书名，我的脸书名就是我的名字，王庭轩，大家可以公布吗？婷老师可以公布出来，当然没问题，要不这样子就是就打出来，各位去搜寻一下就知道了，好的，去 search 一下就有了哦。对，还有这里有 you， 婷老师我帮你打好了哦。好，就是这样。谢谢。是的，就这样。婷老师的脸书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去 search， 然后呢找到一个最漂亮的那个脸，就是他的就是婷老师的这个脸书。那你们可以去，我的头像就是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哦，对，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哦。好 ，OK， 好，没问题。好，玉珠明天要跟我们聊天，好，那没有问题的。太好了。好，玉珠明天等你哦。好，那我们来上课喽。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中级 （intermediate） 中级词汇。那我们今天学3个词汇就好了。好，今天的词汇蛮简单的哈，终于有简单的了哦。好，田老师要麻烦你一个词汇念2次。好，我们今天的3个词汇是病房。好，再来。病情。对。病情。好，最后一个。拨打。好。拨打。好，各位同学，今天的词汇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也没有困难的，都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哦。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词汇呢是病房。病我们都知道就是疾病或生病，来我们英文说 disease 或者是 illness， 病就是你的疾病或生病，房很简单就是 room 房间哦，所以呢你生病的时候要住的房间，我们中文就说病房，英文叫 ward or sick room， OK， 好，那我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的，病人们安静的在病房里休息。好，病人们安静的，安静就是不吵不闹，安静的就是不说话哦。好，在里就是 in in， 在里，病房就是我们的 sick room or ward， 休息就是 take a rest take a rest， 所以病人们在病房里休息，他们不吵也不闹，很安静病人们安静的在病房里休息。好，那田老师，我们病房会用怎么样的量词呢？我们通常用一间病房。对，各位同学，一间我们说一间病房是最好的一间病房，这里有一间病房间是最好的一个我们说量词对，好的。Upset， 阿能没有接受，我们没有接受你的脸书吗？阿能有吧？对不对？我是这样子，因为我脸书看的不是太多，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请你再加我一次，我今天会通过。对，阿能也是，可能你在上面的名字不是写阿能，对，所以像理查老师是不认识的，我就不会加。如果看到阿能，我就会加。那你的名字不是阿能，我就不会加。你可能写阿猫阿狗，我就不会加。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这个人是特别帅的，然后看起来很有钱很帅，我一般不加。对，真的啊。对，那理查老师不一样，特别漂亮的我一定加特别美，特别漂亮。那如果男生有戴戒指，很布灵布灵那样，那个理查老师也会加，看起来很有钱的，为那个抖内的那个感觉的，理查老师也会加。
我一般觉得就是特别帅的，或者那个照片看上去特别有钱的，我一般都不加。特别不真实对，不太诚实。还好理查老师的照片是最真实的，就是这么丑，绝对没有给他变帅这样子。对，一看就是哇，这里就是很亲切，很真实。一看就是理查老师，理查老师不会用别的帅哥的照片哦。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要理查老师或婷老师加你的 Facebook， 你要告诉我们你是谁。那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加你们，因为有的不认识的，就感觉我不认识你，所以我对你不熟悉，我们可能就不会加了哦。好，那如果你很有钱，戴戒指，戴那个 golden necklace 金项链，理查老师一定会加你的哦，所以表示你有机会会 donate 哦。好，好 ，OK， 好，那一间病房哦，好，我们看一下病房。好的。好，这个田老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词，要麻烦你念一下。好，第一个病床。病床，好，病房里面都有病床，对不对哦？那病床就是这一个。好，你生病的时候，如果是很严重的哦，你的病可能比较严重一点，你可能就要躺在病床上哦，你可能要 lie in bed, sick bed， 你可能要躺在病床上面。有时候你的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哦，你就必须要躺在病床上。哦，躺在病床上。好，在医院或这个关于医院的词汇啊，我们也会知道这个词叫做，好，要麻烦婷老师。好，第二个词是急诊室。对，急诊室。好，急诊，其实在中文急诊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啊，你突然肚子好痛哦，吃坏肚子了，你肚子好痛好痛，怎么办？那你就要去急诊室治疗。急诊室就是特别会有紧急的状况，你突然紧急的生病了，你可能肚子痛，你可能突然头很痛，你突然非常非常不舒服。那个时候如果医院关门了，你可以去医院的急诊室。急诊室就是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田老师，你有没有去过急诊室的经验呢？有，我小时候其实生病的机会很多。OK， 小时候身体比较弱一点，不好，比较弱一点，对不对？OK， 其实理查老师有一次啊，吃坏肚子，就送急诊室，而且那个时候是半夜 midnight， 半夜的时候，医院没有开，所以我们只能去 emergency room， 中文叫急诊室。急诊室不管几点都可以去，不管几点都可以去。然后你很紧急。你病的状况很紧急，你就要去急诊室哦。急诊室，好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好，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还有一个叫做加护病房。对，加护病房。田老师，你们那边也说加护病房，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说的。好的，加护病房就是英文叫 ICU， 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就是比如说。你生病很久很久了，突然病情恶化的时候，你就会住进加护病房。对，比如说有人得了新冠病毒，然后呢，突然间病情变得很严重，那你要去住的地方就叫加护病房。突然你的生命可能有危险了，哦，你可能非常危急了，生命有危险了，你要去住 ICU， 就是加护病房。哦，所以这几个词让各位同学知道一下哦。好，那田老师，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好，我们第一个词是病床。好，再来病床。第二个叫急诊室。对，急诊室。好，第三个。最后一个是加护病房。对，加护病房。好，加护病房。ICU 不是 ICU，OK？没写错 ICU 嘛？ICU 就是对 ICU 就是通常像癌症末期 ，like 是的 the terminal stage of cancer。
癌症的末期，你就要住到加护病房去，可能你的生命有危险了所以这个叫加护病房。好，恶化，对，恶化就是 get worse 等一下老师会教到恶化好，我们的这个 rage 的句子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好的，这个句子写得很好。病人躺，先说一下句子病人躺上在病床。为什么说很好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特别典型，就是location words。我们说病人躺在病床上。好 ，Rachel， 你的句子有一个错别字，然后你的 location word 用错了我们要说躺在上，躺你要说在上那 means on，OK， 所以这个躺在病床上好 ，Rachel 你要写对好 ，OK， 好的，各位同学没有问题吧？这些词你要会你们去医院的时候。护士可能会跟你说这些词，那你要听得懂。病床sick bed， 急诊室emergency room， 加护病房 ICU OK 了解好。哇，USK 的句子我觉得不错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好，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哇，这个好完整。因为什么什么的关系在医院缺乏加护病房和医生们，哇，太好了，像报纸上看到的句子。对 ，USK 你这个句子非常好，而且是很符合现在的情况非常符合现在的情况。好 ，USK 中文有进步非常好。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看一下第52个词汇，叫做病情。这个词有一点难，因为英文没有这个词病情。病情，田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病况？也可以，但是我们用病情更多一点，比较常用。对，各位同学，病情我们说情况嘛，所以我们可以说病情，你也可以说病况，是一样。不过病况比较少用，病情比较常用。病情就是你生病的情形，你生病的状况。比如说你生了一个病，这个状况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你的病情英文叫 state of an illness or patient's condition， 你生病的情况就叫病情病情。好，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句子。好的，我们的句子是：这位病患的病情不乐观。好的，这位是 major word， 比较有礼貌的 major word for human beings。病患就是 patient。田老师，我们讲病患，对不对？我们还可以怎么说病患还可以说，最简单的就是病人。对，病人最简单最好用的。病患比较正式一点，也可以用也可以用好，这位病患的病情就是他生病的情况，他病的状况不乐观。乐观本来是你很 positive。你很 optimistic， 但是不乐观就是好像不太好。对，这位病患的病情好像不太好，所以叫不乐观。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句子其实有时候你会听到医生说，对不对？会听到医生说，这位病患的病情不乐观。有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句子，你要听得懂，意思就是这位病患的病情不太好。不太好。好 ，OK， 各位同学，病情懂意思吗？病情懂意思好，哇 ，you mute 的句子很棒好，要麻烦田老师。这个句子是病人的病情加重了，非常好。哇，有没有这个句子非常地道？我们常常这样说，病人的病情加重了，谁的病情加重了，表示 get worse，变得比较差了。变得比较不好了，他生病的情况变得更不好了。好，那佳佳的句子，田老师觉得呢？好，佳佳的句子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对，加个了。好，佳佳你的句子很好，不过呢，就像田老师说的，你要加一个了，表示是 a change of the situation，
一个情况的改变，我们加一个了，我们加一个了。好，上财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前面我们说到这位病患，我们也可以说对这位病人。还有一个就是像上财说的，患就是患者，患就是这个患者，所以是这位患者的病情不乐观。对，上财说的是第三个关于英文 patient 病人、病患，你也可以说患者。患者也是蛮正式的用法哦。通常医生会这样说，这位患者也可以，而且都听得懂。那你要会用病人 ，OK， 病患，还有患者都可以讲的，都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啊。好，阿能有急事要处理，好，赶快去吧，阿能。应该有什么？阿能，拜拜啊。好 ，Clara 的句子，麻烦田老师。好的，已经1年了，他的病情还没有进步。我们会说已经1年了，他的病情还没有改善。改善。好 ，Clara，我们病情不会说进步，进步通常说你的中文进步了，你的数学进步了。病情我们不会说进步啊，我们病情会说改善。田老师，我们也可以说好转，对不对？好转，是的，是的。改善可以。好，那我写给 Clara 看啊，病情会加好转，或者我们用改善，像田老师说的。那病情不要说进步哦，因为病情进步有一点奇怪哦，有一点奇怪哦。好 ，Clara， 你可以再把它写一遍，病情好转，病情改善。那我建议各位都加一个了，因为它表示 a change of a situation， 他的病情好转了，他的病情改善了，都可以，不要说病情进步了，听起来有点奇怪，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哦。好，这位是谁的？我们的素同学，好，要麻烦一下田老师哦。这句子，奶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句子可以，病情。可以加严重，可以的，可以说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哦。好，佩佩猪的句子，哇，它结合了2个词语，很棒。是的，这位患者待在加护病房很久了，他的病情还没改善，非常好，非常好。哇，这个佩佩猪，你的句子太棒了哦。好。最后，田老师，我想看一下玉珠的这个句子，我们来帮他看一下好了哦。好的，那个病床的病人已气息奄奄了，也可以气息奄奄也可以，但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是奄奄一息。对，田老师，我就是要讲这个气息奄奄，我们都看得懂，但是我们成语里面啊，最常用的叫奄奄一息奄奄一息。我们台湾会念奄奄一息啊，我们台湾会念奄奄一息，好，就这样写哦。那这个我们比较少说气息奄奄，很奇怪，有一点奇怪哦。奄奄一息，对，我们能听得懂，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这样说，对好，那个玉珠知道了哦，你把它改一下就好了。奄奄一息我们常用的成语是这样子的。好。他比昨天好病情了哦。白马的这个句子啊，比如说他的病情比昨天好转了。对，这个白马，我们病情不是形容词，病情是一个名词，所以你要说他的病情，他昨天的病情好转了。他昨天的病情改善了都可以，我们不会说他比昨天好病情了。好，白马你再写一次哦。他昨天的病情好转了，你可以这样说，或者是昨天他的病情好转了，也可以哦。哇，好，大家要记得怎么去用它哦。我们看一下病情要怎么用。好，要麻烦田老师，我们其实常用的就是这一些了。是的，某某人 someone 的病情，好，要麻烦一下田老师。所以第一个是好转，好转。
我加个了好了，因为我们真的蛮常加了的。好转了。各位同学，你要用这些词的时候，情况改变了，我们一般都会加个了。好转了。好，田老师再来呢？好，第二个是恶化了。他的病情恶化了，表示 get worse， 变得更不好了，叫恶化。恶化就是变得更差、更不好了。对。那还有一个呢？好，最后一个是不乐观。这个好像就不会加了了哦。这个就不需要了，对，不会加了。他的病情不乐观，就是他的病情恐怕不太好。通常这样说的时候，可能这个病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比较属于那种没有救了？没有救的。各位同学，这个你要听得懂中文的那个意思。如果我说他的病情，医生会这样说，医生会说他的病情不乐观。医生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其实可能这个病基本上真的很糟糕了，对，糟糕，可能 the doctor cannot save this person， 所以他会这样说，这个病太严重了，恐怕没有办法救起来了。医生就会这样跟你说，他的病情不乐观。那你要懂意思，可能这个病可能没救了 ，cannot be healed。好，珍珠这个句子，我觉得，好，田老师可不可以麻烦你？好，珍珠的句子是：我祝你的病情快一点改善。我祝，我祝你会有一点奇怪。这个句子很饶舌，而且太正式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就好了。对，我祝你早日康复就好了。对。我祝你早日康复就好了。珍珠，你这个句子我们不能说你错，但是我们其实不太会这样说，好 formal 的感觉哦。是的，是的。好，我们的 then L3N， 好，他说好，要麻烦田老师哦。好，医生说他的病情无能为力。好，这个无能为力用上了啊，非常好。我们可以说，医生对他的病情，或者对他的病情，也可以对他的病无能为力。对，这位同学用上了无能为力，但是他忘记我们教的语法了。我们教的语法是对无能为力所以你要加个对，医生对他的病无能为力好，你可以再写一次同学再把它写一遍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再往下看好，那现在要考各位同学了。现在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写才正确呢？好，我们先请田老师念一下前面的小句。好的，因为没钱买药。好，再来，我们这个要请各位了好，田老师麻烦。我们有5个选项，病情恶化的了他。好，各位同学，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会不会用病情这个词语呢？因为 because 没钱买药 ，she had no money， 她很穷，她没有钱去买药。那没有钱买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知道吗？哇，很多答案，很多同学都写出答案来了好，珍珠说她的病情恶化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同学的好了。好的，因为没钱买药，他的病情恶化了，非常好。很好，好，皮叶子的，他的病情恶化了，对的，就是他的病情恶化了，没错。好，各位同学，我们要说 someone 的病情怎么了？你们看一下我们刚刚教的someone 的病情，这是我们的语法，然后再接好转了、恶化了、不乐观。所以我们这边要写成他的 someone 的病情怎么了？恶化了。恶化了就是变得比较不好了，变得比较糟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钱去买药，他没有办法吃药，所以他的病情恶化了。好 ，OK， 好 ，OK， 好，没问题吧，各位同学？好，大家都会用病情了他的病情恶化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吧。
第53个词汇，拨打这个词汇就简单了，太简单了哦。拨打，拨打就是听老师什么叫拨打？好，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对，这样子，就是拨打这样。对，你拿起电话、手机，像这个图里的也可以，你转的也可以。那个以前的电话有没有？田老师，以前的电话是这样，是的，转一圈，嘟嘟嘟嘟嘟，转一圈，嘟嘟嘟嘟。那个以前的电话你也可以这样子哦，那是拨打都可以。各位同学，拨打这个词汇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用了，它是比较 formal occasion。田老师，我们现在说什么就好了？我们说打就好了。就好了。所以拨打其实就是打电话的意思，打这个打就是打电话的打。所以各位同学，现在我们都不讲拨了，我们现在都不讲拨了，那这个各位同学，拨打是不可以乱用的，我们只能接什么？拨打只能拨打什么？丁老师，我们打电话。对，各位同学，你不要拨打理查老师，不对，拨打不可以接人。拨打是不可以接人的，你要说拨打电话或这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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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种的电话，或者是像图里面这一种按钮式的，可以这个叫拨打，可以的。那你不要拨打婷老师，不可以。英文说 call teacher Ting 可以，但是中文不行，中文的拨打就是这样嘟嘟嘟嘟嘟或这样嘟嘟嘟。所以你一定要拨打手机或拨打电话，不可以拨打婷老师哦。对。好，那婷老师，如果我要说 I call you， 中文要怎么说？我们可以说打给婷老师。打给婷老师，你不要说拨打婷老师，不对，好奇怪哦。那你要 call someone， 你要说好，我要打给，你可以说拨给婷老师吗？拨给也可以，可以对不对？各位同学，你可以说我要拨给婷老师，你可以用这个拨，可以。好，你拿起电话说，我要拨给婷老师，或者你可以说我要打给婷老师，你不要说我要拨打婷老师，不可以。婷老师，我们会说拨打给婷老师吗？也可以，拨打给。比较少这样说，比较不常这样说。各位同学太正式了，拨打给婷老师，太正式了太正式了。好，拨给婷老师，打给婷老师，就是这个 dial 的意思好，麻烦婷老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的，要找陈经理，请拨打分机501。好，要找陈经理，请拨打分机501。各位同学，如果你要 speak to 陈经理，其实英文不会真的讲 Manager Chen， 但是我们中文会这样说。英文是不说 Manager Chen 的，但是中文会这样说。中文就说陈经理、黄经理、李经理，我们会加个 family name 在经理前面。英文不可以，中文可以。中文比较简单，对不对，各位同学？英文好难好。要找就是有点像 want to find Manager Chen， 请 please 拨打就是按那个号码。分机就是有时候你是打给公司，他会叫你转到别的分机 transfer。分机就是 extension。分机多少？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分机的意思吧？有时候你打到一个公司去找人的时候，会转到其他的分机 extension。分机。好的，分机。拨打精神，这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能理解。首先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对，因为拨打后面接的通常都是电话。对，这个 Agus， 你可能认为拨打有别的意思，可能真的有打啦，或 speak like 让精神好一点啦，可是没有。拨打就是只有打电话的意思，没有其他的意思。真的，我现在一直想，拨打好像没有别的意思，对不对？没有。拨打只是打电话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是的。所以各位同学，拨打电话不要用在别的地方不要用在别的地方好，拨打。以这个句子，
哦，田老师你觉得呢？快报警吧，不得已拨打吗？李玉祥说的是快报警吧，不得已拨打吗？我没有理解。对，我也没有理解姨，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快报警吧，赶快打电话吧，是不是？就是拨打报警电话吗？我们可以说拨打报警电话，可以的。对，可以对，拨打报警专线或报警电话都可以。好，我打电话给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各位同学，好，这位西健康的句子，我也看到这句了。拨打密码时，西健康同学拨打后面，80%都是电话，我们现在想不起来还有别的可能性，所以不会一定不会是拨打密码，我们可以说输入密码。输入密码，西健康输入密码，好不好？不然你就直接说数字，拨打311，拨打456，直接接 numbers 也可以哦。是的，是的。好的，那所以西健康，你的第二个句子，我们应该找一个保险的地方或安全的地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哦。不过拨打的话，我们用输入比较好，输入密码时输入很好 ，Channel B 输入密码通常用输入。是的。打不通吗？哦，我懂姨的意思了。姨说快报警吧，你打不通吗？那个意思了哦。快报警吧，你打不通吗？可能他太紧张了，没办法按住号码，可能是这个意思。打不通是可以用的，打不通就是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把电话打出去好，明白。好，田老师，我想问你，拨 to mean ring doorbells， 田老师，我们不会这样子的用。我们懂你的意思，Jules，你说的意思是我们可不可以说拨门铃，对不对？对。不可以。田老师，我们门铃要用什么？我们用按门铃。Ring 就是按，对，按门铃。好，那这个 Jules 注意了，我们绝对是不会说拨门铃的。我不会说拨门铃。好，来这个 Jules， 你看一下，我们说按门铃 ，ring the doorbell。按门铃就好了，按门铃Alice， 你太夸张了 ，Alice。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Alice 可能肚子太痛了，我快要死了，赶快拨打到电话，赶快拨打到电话。我们可以说赶快拨打医院的电话。对，好 ，Alice 拨打一定要接电话，所以 Alice 说：“我快死了。”请拨打医院的电话，请拨打医院的电话，我们要这样说。不过其实听起来很正式了。这个拨打是 very very formal。你说打电话就好了，赶快打电话给医院，或打给医院。我快要死了，赶快打给医院。这个比较 casual， 比较是我们一般会说的。我快要死了，请拨给医院，请打给医院。Alice， 你。很 drama 你你很 drama 真的。好，我觉得这位同学的句子，田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好的，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拨或者稍后再拨。好，稍后再。这位同学，你的句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我们会说请稍后再拨。不会说请稍后拨了，比较会常这样说，请稍后再拨 ，OK， like please call back later，call back later。好，最后一个，请田老师请拨打。这一句挺好的，我们看一下，请拨打救护车，我们说请拨打救护车电话，或者就请打给我们都说请叫救护车吧，对不对？或者这样子，请拨打救护车热线。对，可以热线 hotline 完全你如果一定要用拨打，那你要说请拨打救护车的热线 hotline。我们中文说热线，跟英文的翻译是一样的
或专线啊，热线或专线哦。对。哦，我们说热线或专线。不过啊，其实这样说都很正式啊，各位同学。是的。其实拨打都很正式。是的。哦，拨打是 very very formal 的用法。是的。我都不晓得为什么 HSK 要放这个词，你就说打就好了。各位同学，你就说打就好了，不要说拨打 too formal。好，热线或专线。像我就你这个句子。对，好，田老师说。还有一个词就是叫这个救护车的啊，比如说啊，我肚子好痛，就是我快要死了，我不行了，肚子好痛，快叫救护车，就快叫救护车，快叫就好了。我就是要说这个快叫。我就其实最常用的不是什么拨打什么，我们就说快叫，所以那个叫就是 call， 快叫救护车，我们中文都会这样用，而且最常这样用。好，我打给各位同学。如果你真的像 Alice 一样像那么 drama， 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那你就帮他叫个救护车。叫救护车吧。有时候我还加个个，快叫不会了，快叫救护车。各位同学学起来，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 emergency， 有时候你会遇到紧急状况，尤其在中国的时候，你会遇到紧急状况。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要 call an ambulance， 你就要说快叫救护车，英文就是 call the ambulance。哦，中文很简单，你就不用再想什么拨打救护车专线 ，too formal。就像田老师说的，快叫救护车。你要很紧张的时候，你不会再想到拨打这个词了，你就记这个句子，快叫救护车。哦 ，Alice 这样子很 drama， 我快死了啊！他快死了，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哦，你要这样，快叫救护车，你还可以加个快点，快叫救护车。哦，今天直播课有点 drama 哦，都是 Alice 啦，害我这么 drama。只要大家能理解的就好了，就可以。好，疑问说什么叫分机啊？田老师，你要怎么去解释分机呢？比如说在一个酒店里面，在一个 hotel 里面，那你可以打给这个 reception，对，我们会叫这个是一个总机，对，或接待员，对不对？对，总机。然后所以这个 reception 呢，它又可以 control 很多很多的别的电话，这个就是分机。分机。好，如果你去宾馆或你去酒店，那你要服务员帮你拿棉被，你要服务员帮你送饮料，你要服务员帮你送这个吃的，那怎么办呢？你会拿起电话，然后你会打接待员的分机，你会打到总机1111456，然后你会找那个接待员或那个服务员，所以这个叫分机。你会用你的电话打给那个总机哦，这个叫分机，了解吗？哦，分机，明白了哦，太好了。好，那总机就是帮你转的那个地方叫总机，分机就是一个另外的like 501、501、509、408，那个就是分机。总机是帮你 transfer， 哦，总机是帮你转接的 transfer 的哦。好，田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我们这边说分机501，那很多同学可能会有问题。田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念501？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课上也经常出现。不知道的同学肯定会念501，但是其实在中国我们会，我们一定会念501。OK，所以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一会念成1，在什么情况下会用？我们很多同学不清楚。很简单。其实很简单。通常在数数字的时候，比如说我从1数到10，1、2、3、4、5，我从1数到10，我是数1。然后我在说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在说门牌号的时候，门牌号码 ，OK。对，这样子我们都会说1。所以应该是比较正式的场合的时候会用到1吗？我觉得是这样子。我的看法是，
比如说啊，这种一长串的数字，就是比如说3个、4个，或者更多，那么我们需要用幺。OK，就是有很多数字放在一起，特别是在打分机这样的号码的时候，那田老师电话号码也会用幺吗？电话号码一定会用幺。比如说我会说0910，会这样说吗？对。OK， 电话会用。分机，各位同学要注意听哦，在中国的习惯一会念成幺的 situation 的情况，就是第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像这个分机的时候，还有什么状况？还有门牌号。门牌号码，田老师的门牌号码是401，那你就不要念401，你就念田老师的门牌号码是401。那田老师，我再问你。如果是医院的床的号码，病床号码呢？因为病床号码呢，通常是2位数的，在中国啊，他会说哪一个病区，然后先是什么，然后再一个床号。对。所以床号可能是2位数，就是33啊、37这种，我们就不会念1。对。所以一般是超过3个数字在一起。超过就是最少有3个数字。小于3个数字就会念1。对。好 ，OK， 了解。因为田老师在台湾我们都念1。在台湾只有一个状况我们会念1，就是军事。明白。军人会念1。那我们7念拐。我们这边军事 military 才会念成1，我们也懂1，因为我们也会念1，只是在军事才会有，其他的状况都念1。那我们在军事中7我们会念成拐，因为它拐嘛。对。那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念1呢？其实是为了，比如说我的电话号码是0701，都是那个11，所以太像了。可能会搞。你如果念11，你到底念了几个1，你不晓得，对不对？对。如果是0701就好一点了。好，所以阿历克斯你说的没有错。刚刚田老师念的1就是1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门牌号码或电话号码上，我们会念1，所以以后你们要听得懂什么是1，1就是1。1就是1。好，那像这个Raju 的这个说，就请好干嘛？这个句子是朋友的身体很严重病，请拨打救护车分机。好，我们先看一下前面啊，朋友的身体病得很严重，请拨打救护车分机。田老师，您上我们是一定会念102，我们一定会念102。对，但是这个句子啊，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朋友的身体病得很严重，快叫救护车。就好了对。这个对我也觉得像那个田老师说的 ，Raju 你可以这样说，朋友病得很重朋友病得很重，请快叫救护车就好了你不用再讲分机，一般我们也不会知道医院的救护车的分机一般我们也不会知道好我们的 Jonathan 有个问题，输入跟键入一样吗？我觉得是一样的。我也觉得一样。Jonathan 可以，它都是一样，不过输入比较常用输入比较常用，键入也会用都可以，意思是一样的好，玉珠说还有车牌也要念1，是吧？是不是？如果是这个车牌是超过3位数，因为现在在大陆很多车牌是有字母的，就是 W 然后什么，对，然后再2个数字。对，如果是超过3位数的话，那么也是念1。OK， 了解。所以这个我想请田老师帮各位解释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有2个车牌那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那田老师，我给你2个车牌号码，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比如说这2个车牌号码要怎么念？好，是中间这个短杠也是一个车牌号里面的是吧？就不念没关系，好。好，所以第一个车牌的话，我们会念12就可以了。因为它没有超过3个数字，
我们会念幺的话，一定要3个数字以上，对不对？对对好，然后第二个我们会念312。312。好，所以不管一在哪个位置，只要是3个数字以上的，我们都念幺。OK， 好，没问题了。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去中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以后人家念幺，你要听得懂，就是一。那来台湾就没有问题了，台湾你到哪都念一就好了。OK， 好，没问题。好，我们再往下看。好，那这边就告诉各位了，其实我们说拨打，其实我们只会说打电话。真的，我真的很少说拨打，我听得懂，但是我个人不会说拨打。打电话、打分机、打手机，好，就是这样，对不对啊？对。那林老师，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用拨打加上号码？拨打。可以，比如说，请拨打，然后501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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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各位同学，你应该说，请拨打理查老师的专线 hotline， 911111111，所以你可以拨打加上 telephone numbers， 可以加上一个 number。所以各位同学，你不要再用别的词喽，拨打一般就是用电话，偶尔分机，偶尔手机，偶尔numbers， 就不会有别的了，不会加别的东西了好 ，OK， 好，那各位同学相信都理解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已经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3个词汇都讲完了。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好了我们第一个词汇叫做病房，对不对那各位同学，我问你们，病房里面有一张床，那个床要叫什么？对，来告诉我。病房里有床，那个床我们中文要说什么呢？你们会不会记不记得？出来。来告诉我答案。病房里会有床，里面的床要叫什么？来把答案写出来。好。哎呀，大家想了好久有了，哇！突然跑好多，突然这个刷屏我们中文叫刷屏。好，病床，哇！突然刷屏了好，我写给各位看刷屏。好，没有错啦，就是病床。好，各位同学，你们刚刚那样突然病床，这个中文叫刷屏。对，刷屏一下子就刷掉了刷屏。好，很好，这个要考难一点的。各位同学，如果你突然像 Alice 我肚子好痛，我快死了，请问我们要送 Alice 到哪里？如果 Alice 像 Alice 我快死了，我肚子好痛请问要送 Alice 同学去哪里？告诉我。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要不要提示你们？像 Alice 我肚子好痛我现在好抓嘛。我肚子好痛理查老师，你赶快送我去哪里？我已经看到有正确答案了。有正确答案，我就不用再演了好，急诊室医院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对，急诊室就是 emergency room， 很好，赶快送 Alice， 因为她肚子痛，赶快送她去急诊室很好，急诊室答对了。叫救护车送到急诊室，很完整，很好非常好也是可以急诊室，感觉大家都好像有肚子痛过，都知道急诊室。好，来，那田老师，我们就来考大家吧。我们今天有3个 quiz， 3个题目。好，第一题，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我们的第一题要请田老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的，我们说奶奶的什么好转了。好，这题很简单。好，那这个田老师让大家练一下听力，我们还是念一下我们的选项。好，我们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拨打，好，那第2个是病情，好，第3个是病床。好，各位同学，奶奶的什么什么好转了。好，你们告诉我们答案。那田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那里是不是也说奶奶？对，我们叫奶奶是奶奶有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
爸爸的妈妈。对，嗯，对，第二个就是对年纪很大的女对性的称呼。对，像这位老奶奶，她不一定是你的对 grandma，她只是个 granny 对啊，她可能对这位老奶奶，她不一定是你的 grandma，但是因为她是老的女人，哦，对对对，我们年长的女人，所以我们会叫她老奶奶，她不一定是你的 grandma 啊。好，是的，那这个田老师，你们有说祖母吗？祖母比较少，不太比较说。少哦，不太说祖母，嗯，奶奶是最常用的了哦。是的，是的。哦，北方更麻烦，还有什么妈妈？那个北方会说姥姥。姥姥哦，对对，北方说姥对对对，姥哦，姥姥我们是的是听得懂，但是我们南方不太用姥姥，哦，对我们真的不用哎。不用哦。好，病情病情，西健康病情，白马病情啊。佩佩猪说奶奶的病情好转了，好，很好，大家都答对了哦。好，病情病情，好，奶奶，好，各位同学要会哦，Granny，对，彩杰说的没有错，Granny 奶奶。好，那一般都会用奶奶、少奶奶。这是另外一个啦。电刀币，你是那个电视剧看太多了，少奶电视剧绝对是看到少奶奶就是那种很有钱的贵妇人，少奶奶啊，少奶奶。如果你 very rich，你是很有钱的女生，人家就会，你可能会有那个仆人吧，还是什么对，管家？很有钱，不需要自己做事情，然后你有你的佣人，你有你的阿姨。对，就是少奶奶啊，少奶奶。好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题。好，要麻烦一下田老师。好，我们的问题：电影院里禁止什么手机？好的，那我们也念一下选项。我们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拨打，还有病情，还有病床。我应该用病房好了哦。好，我们学的是病房。好，我们所以是病情还是病房？拨打哦，病情还是病房？好，那这边特别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句子是 very formal，这个句子是很正式的句子，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词语因为电影院里禁止手机 ，this is a very formal announcement， 这个是非常正式的一种公告 announcement， 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正式的词汇所以你要找一个正式的词汇，这个词汇通常在正式场合才会用的哦。好，答案是什么呢？不过我们好像忘了解释禁止。田老师，什么叫禁止？好，禁止很简单，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forbidden， 而且很强烈，对不对？不可以，不要，不许你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禁止就是 like prohibit， 或者是 not allowed， 禁止，你不可以，绝对不行，叫禁止对，好。哇，大家都又在刷屏了，拨打。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句子呢，你们可以学起来。电影院里禁止拨打手机所以你们也可以把句子改一下。博物馆里禁止拨打手机你也可以说，在婷老师跟理查老师的中文课。禁止拨打手机好，所以禁止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准的意思，很好Jonathan 答对了，非常好，很棒，大家都答对了好，最后一题，我们要请田老师念一下句子。好，我们最后一题是他生病了，躺在什么上，一动也不动。那我们有3个选择。好，我们有，第一个是拨打，第二个病情，第3个病床。好，病床好，他生病了。我还没有说完，我看见大家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刷屏了。他生病了，躺。好，这个躺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会躺在床上，对，你生病的时候也要躺着休息躺就是
躺，OK， 好，移动也。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背啊，然后这样子躺着，这个就是躺。睡觉的时候你要躺着哦。对。老师，我们怎么解释一动也不动？很简单，这样子。你看田老师怎么没有在动啊？他停住了，静止了。对，各位同学，像田老师现在一动也不动，好，没有错啊。田老师这样一动也不动。对，就是突然都不动了。不一定是这个姿势啦，可能是这样子，突然不动了，可能是这样子。对。一动也不动就是 without moving， 你不要动，都不动。好，一动也不动就是没有动。就这样子，没有动。对，就没有动。没有动刷屏对。你们就是刷屏对了好，病床，床上可以，你可以说床就好了不过我们的 option 有病床，所以你们要选病床病床很好，病床上，在病床上，他生病了，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那他一动也不动，可能他病得很重，他的病情很严重，所以他一动也不动。对，好的，哇，我们今天教完了好，那我们今天教了3个词语，田老师，我们也考考自己的记忆力吧。我们教了哪3个词语呢？第一个是，病床，病房，老了，病房。好，第二个是，好的，第二个是 condition， 第一个是拨打是不是？第一个是拨打是不是？拨打是第3个。拨打是第3个，好的。第一个是病房，第二个是 condition， 所以是病情。对，病情就是你生病的情况。第3个就是拨打。第3个就是拨打。对，各位同学看一下，我们这样一节课已经上下来了，可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不记得，所以大家在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一定要看自己的笔记，对，一定要 relearn。没错，而且呢，如果你哪些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再多看视频几次，因为很容易忘记我们有时候听完课好像都懂了，其实很容易就忘记了。对，不要以为你都记起来了，像我们刚刚教完了，我们自己都忘记了不过同学们好像记忆力特别好有人说急诊室都记得好，太好了，你们都记得。好 ，OK， 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谢谢田老师帮忙我们。好，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同学们把这3个词都学得很好真的。这个田老师你可能不晓得，这是广东话啦，走讨就是再见的意思。因为那天跟那个梅老师他是广东人，所以他教我们一些。然后我就问他说再见怎么说，他说走讨。我说就是走了要赶快逃吗？其实就是俚语当中的再见的意思。走讨应该就是再见的意思，很好。明白。像我能理解。我记错了，我马上就记错，走讨是晚安了。走讨是晚安。而且他那时候梅老师说，走讨就是讨就是头，走就是早，你的头早一点上去休息，所以是晚安。就是早一点碰到那个对，枕头早头的意思，走讨。好有意思明白。好，各位同学，走讨好，田老师走讨，我们明天走讨，好，拜拜。明天再见明天聊天，拜拜。好，再见。好，各位同学，我们特别谢谢田老师那明天是我们的聊天课，如果你想跟田老师还有跟我聊天的，欢迎你们明天来老师的课，练习你们的 speaking， 练习你们的口语。好，各位同学走讨好，英环走讨， Alice 走讨，李思K走讨，佩佩猪走讨，大家晚安，再见，走讨拜拜。